道义之争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做什么。知行合一的中国远胜于说一套做一套的美国。大家好，我是肖云华。这几天美国又被非洲给谴责了。用美国媒体的话说，为了和中国争夺影响力，最近一段时间美国高官接连访问非洲，展开了一场魅力攻势。可惜从结果来看，美国的魅力不太够，不但没有能够给非洲留下好印象，反而被不少非洲人民把脸摁在地上摩擦。肯尼亚总统直言美国接待非洲领导人的方式是种虐待，没有平等对话的诚意，警告美国以后不会再有54个非洲领导人集体出席的美非领导人峰会了，非方只会派出一个非盟代表和美方1对1接触。美国在非洲魅力攻势的失灵，是美国在国际热点地区和热点问题上的外交工作陷入僵局的一个侧面。全世界都在对美国嘴里喊着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际上却是在破坏国际秩序，搞美国中心、美国优先的双标行为感到不满。相比之下，讲道理、讲规则、道义为先、知行合一的中国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为可靠的合作伙伴、值得信任的朋友。三国时期的曹魏阵营的谋士国家在讨论战争成败的时胜时败论中，就提出一个说法，叫做两军对垒，有义可凭的一方更容易取胜。而在当今国际社会中，这个义可以解释为国际规则，遵守国际规则的一方能够得到更多人的拥护和认可，违背公平正义的一方就算一开始占据了上风，最后也逃不过众叛亲离的结局。美国现在四处碰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言行不一，行事没有道义可言。美国其实知道占据道义制高点的重要性，不然沙利文、布林肯这些人也不会口口声声的把规则、秩序这些词挂在嘴边。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美国的规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没有规则。举例来说，按照联合国宪章，重要的原则就是国与国之间无论大小都要相互的尊重，彼此平等。但就像一开始提到的，美国搞外交一致是分3、6、9等，平等这两个字在美国的字典里就像不存在一样。最近美国为了遏制中国，还开始对亚洲的战后秩序动手，公然违背自己签过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不但想要掏空一中的原则，还想帮着至今没有对受害国和地区谢罪的日本法西斯翻案。在经济上，作为吃到了最多全世界红利的国家，美国最近还开始搞起了贸易保护，一会儿搞一个通胀削减法案，一会儿又搞一个芯片法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一批人在鼓吹美式经济自由，实在让全世界笑掉大牙。美国在国际规则这件事情上自打自脸的例子太多了。在美国实力如日中天的时期，很多国家都敢怒不敢言，但这一笔旧账历史记得住，人民也记得住。在多极化已经不可逆转的当下，美国再想搞双标自然也就不灵了。相比之下，中国在义上比美国的格局要大，中国对外交往把平等二字刻烟吸肺。马克龙来了坐红旗轿车，非洲领导人来了照样也坐红旗轿车，绝对不会像美国干出那种把50多个人一起塞进大巴车里拉过去和布林肯见面的壮举。中国推动全球化是实打实的开放市场，和企业掏心窝子讲实话。看一下今年中方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发言，就能发现中国是真的把市场能够开放到哪一步，金融自由化为什么不能开放，这些关键问题都明明白白的摆到了桌面上来讲，从来不藏着掖着。这种打明牌讲规矩的做法，是中国经济能够飞速走上复苏正规的关键。和讲空话造新词但充满见不得光的小心思的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和美国谁是更好的合作伙伴，全世界心中都有一杆公道秤。
美国的假话、空话、大话说的越多，这杆秤就会朝向中国倾斜的越多。因为道义之争，胜负不在说什么，而在说了之后能够做到几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